姐们周末愉快，我是尼莫。本期视频主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玫瑰的购置方法，还有一些染色的小技巧。详细的图解我已经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面，有需要的挚友可以在下方描述栏里去自行领取。本期视频的一些讲解，如果有不懂的挚友可以在下方评论区里面留言，我看到之后会详细给大家解答。这期视频非常的简单，小白也可以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我还是用一个彩色的线和我们的0.4的钩针，去给大家演示这个一体钩子的小玫瑰。好，我们先小拇指上环绕一圈，好，从我们的背面穿过来，中指上环绕一圈，钩针进入线圈，带线出来，好，再绕线带线出来。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线条式起针，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拉上，帮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这样子一直绕线进线圈，绕线带线出来，绕线带线出来，形成这种 V 字形链条式起针。我们这一共起48个。OK， 我们48个链条式起针起好之后，大家可以稍微的数一下。这个一体的小玫瑰特别的简单，小白也可以学会。好，我们的这个链条式起针的话，它分正面和反面，像那种带 V 字形的，它是属于正面；反过来有小山丘的是反面。我们首先要在小山丘上面钩织短针，从第二个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从第二个针目进针。那么这个小山丘，从小山丘进针，好，叫里3，好，绕线带线出来，好，再演示一下，钩针进入里3，好，带线出针目，然后绕线带过2个线圈，好，第二个短针，好，钩针进入针目，绕线带线出来，好，绕线带过2个线圈，好，3个，我们以此钩到48个短针。如果大家觉得里3不好找不好钩的话，钩链条式起针的时候可以钩的稍微的松一点点。玫瑰的小花瓣，然后这个花瓣起第3针纹之后，我们做长针，就是钩针绕线2圈，在我们的第一个针目进针，然后带线出来，我们的钩针上面有4个线圈，好，绕线带过2个线圈，好，再绕线带过2个线圈，然后最后绕一次线带过最后2个线圈。这是一个长针的钩织方法。我们的长针和长针还有短针的加针，在后面的玫瑰花里面还有花叶里面钩织的话都比较松散。我这里教大家一个加密针的钩法，大家可以去多学习一下，在后面的一些大玫瑰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叶子做一个紧凑钩法，就会让针目变得特别的小，作品变得特别的精致。
我们钩针先绕线一圈，就不绕第2圈了。在我们的第1个长长针，它有一个外链，这个地方很轻易能找到，然后钩针进去到第2个针目，好，带线出来，好，我们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最后一次绕线，带过最后2个线圈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样子的话，2个长长针是连在一块的，就不会出现我们钩针做长长针的时候，它会比较的松散，显得针眼很大，然后作品不是很精致。好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钩针绕线，好，在前一个的长长针外链的位置进针，然后到下一个针目再进一次针，然后钩针带线出来，好，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绕线，带过最后2个线圈。好，像这样子的钩织方法，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钩针绕线，在上一针的外链进针，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针目。好，钩针带线出来，好，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。这就是长针或者中长针、长长针的加密钩法。钩织的话会特别的紧凑，不会有很多织友所说的就是很宽的针目针眼，然后让作品看起来不那么精致。长长针之后，然后直接起立3个起立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进针去锁1针，好，直接带过这个线圈，拉紧，好，在下一个针目做一个起立针的起始针，好，做3个链条起立针，然后绕线，重复上面的加密钩针、长长针钩法，然后看到没？然后这个外链，然后进入第1个针目是进入同一个针目，然后带线出来，绕线，再绕线，再绕线，然后第2个针目就是正常钩织。好，再下一个针目进去，钩针带出来，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带过2个线圈。好，我们一共要钩织，到最后一共是9个花瓣，大家可以自行钩一下。好，钩完之后的话就是这样子片式的，小字是一个一个的小花瓣。这个是我用0.2的钩针配上80号的线去钩的，也可以用0.1配上100号的线，这样钩出来的话可能会更小一点。好，我们要进行一下缝合，然后很多织友他不喜欢缝合，那可是因为没有找到方法。我觉得钩织的缝合的话，会让作品会更紧凑，而且实用性更长一点。我们在末尾稍微留长一点的线，这个地方我们先用缝合针穿上。小玫瑰的缝合其实非常简单。那么我们要，这是正面钩织的，我们从反面卷过来去缝合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进针，先把它缝合成一个小卷，卷去一边去缝合，这样就会方便很多。
很小的一个花心。好，我们边卷，然后呢边去缝合，然后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。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缝合好之后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玫瑰，这个是勾了9个花瓣的。如果你去做耳环、做装饰品的时候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勾一些小的、大的、中的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花瓣会更有联动性。这个是大的，小的，这是几个花瓣的小的，绿色的，然后钩织我们的花托。也是一样，我们先准备染色的工具，一杯热水。是做织物浸泡用的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多色的调色盘，好，染色刷，然后一个小的吸水管，然后给颜色做来调和用的，一个粉色花心的，一定要用很淡的粉色，中间稍微深一点，后面稍微浅一点，然后去过度的染。还是准备一个干净的纸，把浸泡完的小玫瑰，然后放在纸上面，把多余的水分给吸走。小玫瑰就这样染好了，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发挥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就可以去做。我们等着它变干之后去做。玫瑰开了以后的话，因为我想设置成繁花的耳环，所以我就把它后面套上了这个防过敏的配件。这是钩织的小花托，我们把它组装好，把它放进去。它缝好的花托以后就是这样子的，非常小。OK， 我们把它组装起来。这是我们用刚刚的小玫瑰设计好的繁花耳环，非常的仙。我可以给大家带到室外去。玫瑰花耳环就做好了，迫不及待的拿到室外来给大家炫耀一下，简直太美了。
OK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对本视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到时候会回答的。拜拜。